女友当着我的面和我的好兄弟热吻，只因他绑定了亲密系统，和男友亲热1天就能拿100万奖励。他嫌弃我穷酸，甩来1万块让我滚，转头把我兄弟当成了天选良缘。我没有愤怒，只觉得可笑，平静地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爸，是你赢了，他没有通过测试，我替你的回家联姻。一沓红色的钞票狠狠砸在我的脸上，还没等我回过神，女友于言已经勾着我兄弟刘浩的脖子，当着我的面吻得难舍难分。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个相恋了3年的女人，就在10分钟前，她一脸狂喜地告诉我，她被天选之子砸中了。她说她绑定了系统，只要每天和男友亲热1次，就能获得100万现金。我刚想说不要太激动，明天还会有更大的惊喜时，刘浩来了，然后他们反手就给了我这样的羞辱，一吻结束。刘浩将下巴抵在于言的肩头，挑衅地瞥了我那副志得意满的模样，活脱脱一个刚得宠的小白脸。于言整理了一下裙摆，眼神里满是高高在上的嫌弃。江晨，拿着钱滚吧，现在的你配不上我。我看着散落一地的钞票，心里最后那点温情瞬间冷却成冰。于言，你认真的？他嗤笑一声，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当然是认真的。以前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有系统傍身，我以后就是人上人。你这种无聊透顶的穷酸男人，只会拖累我登顶的脚步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转头宠溺地勾了勾刘浩的下巴。浩浩就不一样了，他懂浪漫，有情趣，还会撒娇，这才是配得上我的男人。不妨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以后别再来纠缠我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刘浩赶紧跟附道：陈哥，你别怪妍姐，爱情不分先来后到，谁让你没本事留住女人的心呢？我看着这2个我曾经最信任的人，一个是爱了3年的女人，一个是当作亲弟弟对待的兄弟。原来所谓的真爱和友情，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这一刻，我的心被撕碎了。这3年的感情彻底喂了狗也好，这不仅是他的选择，也是命运给出的答案。我弯下腰，捡起地上的一沓钞票，狠狠砸在于言那张精致却扭曲的脸上。你的钱我不要，我祝你们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于言脸色一变，刚要发作，我却已经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下室。身后传来刘浩的阴阳怪气和于言的咒骂，但我已经不在乎。走出小区，我抹掉眼角的湿润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电话那头几乎是秒接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期待。小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爸，是你赢了，他没有通过测试，我会听你的，回家联姻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路灯下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荡起3年前我和父亲的那个赌约。那时候我是金圈众星捧月的首富独子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却偏偏爱上了没钱没势，空有一腔文学梦的于言。家里人极力反对，父亲更是断言，这种女人一旦得势，必会变心。我不信，我信誓旦旦地说，于言爱的是我的人，不是我的钱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跟父亲立下赌约，3年为期。这3年，家族除了进行最终的亲密系统测试，其他的不会管我。所谓的亲密系统，就是我爸弄的一个短信服务。他告诉于言，只要每一天和男友亲热1次，就能获得一笔100万的现金奖励。他想看看，在金钱的腐蚀下，于言会不会还对我不离不弃，而我必须隐瞒身份，陪伴在于言身边。如果3年后他依然爱我如初，父亲就同意我们结婚，并给他最好的资源。如果他变了，我就乖乖回家继承家业，并接受联姻。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。可笑的是，他竟因一个莫须有的系统，那么决绝地踹开了我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于言发的朋友圈。他没有屏蔽我，或许是为了故意恶心我。配图是他和刘浩在5星级酒店的床照，2人穿着浴袍，手里拿着香槟，终于摆脱了那个窝囊废，新生活开始。感谢 baby 的陪伴，今晚是个不眠夜。刘浩在下面秒回，谢谢姐姐的劳力士，某些人一辈子都买不起呢。2人一唱一和，肆意践踏着我的尊严。我看着屏幕，心如刀绞，不是因为还爱他，而是心疼那个傻了3年的自己。这3年，为了他的文学梦，我四处兼职，上工地搬砖，只为给他买最好的电脑、护腰垫等各种东西。我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，夜里他发烧了，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药店给他买药，回来的时候手都冻得青紫了。那晚他抱着我哭，发誓说：阿晨，等我写出来赚大钱了，一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那道誓言还犹在耳边，如今想来，不过是他在低谷时用来稳住我这个免费劳力的甜言蜜语罢了。所谓的系统，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更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他贪婪、虚伪、薄情的本性。我关掉手机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再睁开眼时，眼底的最后一丝留恋彻底消散。既然他选择了金钱抛弃我，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金钱力量。不多会，一辆加长版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停在我的面前，车门打开，穿着燕尾服的老管家恭敬地走下车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少爷，老爷一直在等您回家。周围的路人纷纷侧目，惊叹不已。我面无表情地坐进车里，真皮座椅的触感熟悉又陌生。车窗缓缓升起，隔绝了外面的喧嚣，也隔绝了那个名为江晨的穷酸过去。回到江家庄园，父亲看着消瘦了一大圈的我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他没有责备我，只是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晚你的回归晚宴，爸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江家的继承人回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拒绝。既然要断，就要断得彻底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荣耀。第二天，我去 SKP 挑选西装，冤家路窄，我竟然碰到了于言和刘浩，他们正大包小包地拎着战利品，一脸暴发户的嘴脸。刘浩眼尖，一下子就看到了我，他故作惊讶的模样，眼神里满是轻蔑。瞧瞧，这不是江晨吗？你怎么来这种高级商场了？是来应聘搬运工的吗？这里的地毯很贵的，你那双地摊货的鞋子别给踩脏了。于言也转过头看到我，眉头瞬间紧皱，他一脸嫌弃地走过来。江晨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都说分手了，你还跟踪我，就算你
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回头的。他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一个跳梁小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淡淡吐出2字让开，语言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你让我让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保安呢？把这个穷鬼赶出去！他大声嚷嚷着，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掩饰他内心的虚张声势。就在这时，穿着一身高定职业套装、红底高跟鞋、英姿飒爽、美艳动人的女人走到了我身边，她自然地挽住了我的手臂，将头轻轻靠在我的肩头。那一瞬间，我闻到了熟悉的冷香，是顾灵，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顾氏集团的女总裁，同时也是我联姻的对象。她宠溺地看着我，眼神温柔的能化开冰雪。怎么才来？等你很久了。他转过头，眼神瞬间变得凌厉如刀，上位者的威压铺天盖地。这2只苍蝇是谁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？于言看到顾灵，脸色变了变。女人的直觉让他感到了危险。顾灵身上的气场是他这种暴发户模仿不来的，但他还是嘴硬道：切，找了个富婆包养。江晨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，为了气我这种货色，你也看得上？顾灵轻笑一声，连正眼都懒得给他，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张黑卡，递给旁边的店长，把这一季的新款全部包起来。另外，清场，我不希望我的未婚夫挑衣服的时候有垃圾在场。店长看到黑卡，眼睛都直了，态度恭敬到了极点。于言和刘浩愣住了。顾总，金圈只有一个顾总。于言脸色铁青，他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到了新大腿，而且对方比他更有钱更有势，这种落差让他恼羞成怒。他指着我怒吼：装什么装？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我停下脚步，当着他的面在顾灵的额头上轻轻一吻。亲爱的，这只苍蝇太吵了。顾灵顺势抱紧我的腰，挑衅地看向于言，听到了吗？滚！那一刻，于言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。店长的目光落向我时，瞬间一身冷汗，惊得屏住呼吸。忙不迭对着我深深躬身：江少爷，是我们安保失职，惊扰了您，我们立刻处理。于言脸上的讥讽瞬间僵死，声音陡然发颤：江少爷，你瞎了？他就是个穷打工的。什么江少爷？店长语气恭敬又笃定：这位是江氏集团唯一法定继承人江晨少爷，这家 SKP 商场乃至整条商业街区都隶属于江氏旗下。话音落下，刘浩手里的奢侈品袋子哐当砸在地上，他的脸白得像纸，双腿止不住的打颤。于言踉跄着后退半步，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我。那些他嗤笑的穷酸日子，那些他弃如敝履的3年相伴，瞬间在他眼前轰然崩塌。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心底毫无波澜，只淡淡开口：现在该滚的是谁？被赶出商场的于言气得在路边踹垃圾桶，发泄着满心的不甘与愤怒。他大骂道：该死的贱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娘有系统，迟早比他更有钱。刘浩在一旁说着他的推测，他怀疑刚才只是我雇人演的戏，不然我跟于言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个豪门阔少不可能穷到去工地搬砖养活他。于言瞬间被点醒，他立即附和道：对，就是这样。江晨那个窝囊废根本不可能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他这么做就是想让我吃醋。刘浩继续哄着于言：对，你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女，什么顾总，什么江少，未来你肯定比他们都厉害，比他们都更有钱。听到刘浩的安慰，于言的眼神重新亮了起来。他为了证明自己比顾灵强，也为了在刘浩面前找回面子，决定给刘浩一个惊喜，买一套上千万的江景大平层。他坚信只要和刘浩亲密，系统就会一直每天发钱，1天100万，1个月就是3000万，1年就是3个多亿。他带着刘浩直奔售楼处，加上今天剩余的钱，再带了一些钱后，他就直接付了首付。于言签合同的时候手都在抖，那是兴奋的颤抖。他对着刘浩激动地说：浩浩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他在朋友圈疯狂炫富，晒出了购房合同，在这个城市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某些人错过，我是他的损失。刘浩在下面评论：姐姐最棒，永远爱你。两人沉浸在即将入住豪宅的喜悦中，完全不知道悬崖就在脚下。我在江家别墅的书房里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这些信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对我爸说：爸，那个冒充系统的短信服务可以停掉了。我爸坐在老板椅上抿了一口茶，淡淡的点了点头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做梦，那就让他醒醒吧。第二天一早，于言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搂过身边的刘浩。一番云雨过后，他拿起手机，满怀期待的等待那声美妙的叮100元到账。这是他每天最期待的声音。然而1分钟过去了，5分钟过去了，手机静悄悄的像块板砖。他以为是信号不好，拿着手机跑到阳台，举过头顶，还是没有任何提示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姿势不对？随即拉着睡眼惺忪的刘浩，强行又来了一次。刘浩被折腾得直喊累，抱怨腰都快断了。于言气喘吁吁地盯着手机，依然没有任何短信提示。银行卡的余额还是那个刺眼的数字438元，冷汗瞬间浸湿了他的后背。就在他不知所措、满头大汗的时候，客厅里的电视新闻忽然插播了一条重磅消息。新闻播报说，首富江家接班人江晨结束3年基层历练，今日正式回归家族企业，接任执行总裁一职。屏幕上，我身穿高定西装，发型利落，从容自信，那张脸赫然就是那个被他嫌弃抛弃的穷酸前男友。于言手里的手机滑落在地，摔了个粉碎。他死死盯着电视屏幕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屏幕里的那个男人优雅从容，不可一世，和记忆里那个穿着起球卫衣给他煮泡面的江晨简直判若两人。于言满是难以置信，他暗自低吼，觉得这绝对不可能。他始终不愿相信，那个曾经的穷鬼怎么可能会是首富太子爷。他固执地认为我一直在骗他。愤怒、震惊、后悔、不甘，各种情绪像调色盘一样在他的脸上交织。但于言最先感到的是被愚弄的暴怒，他觉得自己被耍了。如果早知道我是首富太子爷，就算100个男人裸着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劈腿。就在这时，刘浩穿着丝质睡袍走了出来，他还没看到新闻，正做着豪门男主人的美梦。他向于言撒娇，说他看中一款80万的百达翡丽，只要80万，让他今天送他。
听到钱字，于言浑身一颤。现在的他别说80万，连800块都掏不出来。系统的钱断了，贷款的利息却在疯狂滚动。于言根本不敢告诉刘浩这个真相，他敷衍着刘浩，说过2天一定给他买，然后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，跟刘浩说他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车上，于言颤抖着手拨通了我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电话那头传来我漫不经心的声音。于言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下心头的慌乱，摆出一副我已经原谅你的大度姿态。他说：“江晨，没想到你藏得挺深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考验我。”他说：“虽然你骗了我3年，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次就原谅你的欺骗了。”我听着电话那头的无耻言论，差点笑出声来，问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。他语气嘲讽地问我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。他似乎没听出我的嘲讽，继续自顾自地提出条件，说只要我帮他还清那些贷款，再给他1个亿作为精神损失费，他就考虑跟我复合，让我重新做他的男朋友。他还假意强调我们之间还有感情基础。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施舍般的语气，仿佛跟我复合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我对着电话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傻逼，然后直接挂断拉黑，动作一气呵成。电话那头，于言听着嘟嘟嘟的忙音，气得差点把手机扔出车窗外。他怒火中烧，暗骂我给脸不要脸，还嘴硬的放话，让我别后悔。等他系统恢复了，等他比江家有钱时，他要让我跪着求他。直到现在，他还坚信系统只是暂时故障，完全没意识到那个所谓的系统根本就不存在。为了维持体面，于言回到家，对着刘浩撒了个弥天大谎。他谎称自己的资金投了高风险理财，暂时无法取出，让刘浩先拿出私房钱垫付当月的生活费与房贷。他还承诺等理财到期会10倍还给刘浩。刘浩虽满心怀疑，却还是咬着牙拿出了自己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。他忐忑地叮嘱于言千万不要骗自己。于言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绝不会骗他。他还自诩是天选之女，语气里满是笃定。殊不知他正一步步走向深渊。随着于言的资金来源被彻底切断，他的生活迅速崩塌。高利贷公司的催收电话每天像轰炸机一样没日没夜地打进来。催收电话不仅打爆了于言的通讯录，甚至打到了刘浩父母那里。他们在电话里恶语威胁，扬言不还钱就上门泼油漆。刘浩的父母气得差点心脏病发作，当即打电话把刘浩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刘浩这才知道，于言口中的豪宅、豪车，全世界高利贷买的。他也终于看清，所谓的天选之女，不过是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。出租屋里，刘浩发疯一样的砸着东西，他对着于言破口大骂，斥责他是个骗子。他厉声质问于言，曾经吹嘘的系统和日入100万的收入到底去了哪里？于言缩在角落里，头发蓬乱，面容憔悴。面对刘浩的质问，他无言以对，只能无能狂怒，说系统只是卡顿了，很快就好。刘浩闻言更是暴怒，他将那块为了还债早已用假货换掉的劳力士狠狠砸在了于言脸上，怒吼着说自己跟于言在一起是为了享福，不是来替他还债的。他当场提出分手，要求于言立刻归还自己垫付的所有钱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曾经的甜蜜瞬间变成了狗咬狗的闹剧。于言在这场闹剧里不禁开始怀念起我从前的好。从前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骂他、打他、嫌弃他，我会默默陪在他身边，会在他失落的时候鼓励他。而刘浩只会伸手向他要钱，一旦没了钱，就立马翻脸不认人。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心里生出了巨大的悔恨，因为实在拿不出钱。于言试图重操旧业写小说赚钱，可他的心态早已彻底崩塌，满脑子只有搞钱。他写出来的东西逻辑混乱，戾气极重，全是毫无价值的垃圾。网站直接和他解约，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也彻底断了。他和刘浩连外卖都点不起，每天只能靠吃泡面度日。看着碗里的泡面，于言再次想起了我，他甚至还在妄想，如果是我，一定会给他的面里加个荷包蛋。可惜从来都没有如果。就在他还沉浸在这种自我感动里的时候，我给他准备的大礼送到了。我让人查到，刘浩其实早就背着他和一个富婆有染，哪怕是在他们所谓的热恋期间，刘浩也经常去那个富婆那里过夜。我将刘浩和富婆的开房记录，以及他在兄弟群里吐槽于言的聊天记录全部打印了出来。我把这些证据打包成一个文件袋，匿名寄给了于言。聊天记录里，刘浩的话不堪入目，字字句句都在嘲讽于言愚蠢无脑，直言自己只是为了捞钱才和他在一起。看着这些铁证，于言双目赤红，额头上的青筋根根暴起。他视为真爱的小奶狗，原来从头到尾都在把他当猴耍。也是为了这个男人，他抛弃了身为首富太子爷的我，抛弃了真心待他的我。他的心态在这一刻彻底炸裂。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锐嘶吼，冲进卧室，用尖利的指甲狠狠朝刘浩抓去。他厉声质问刘浩，竟敢背着他出轨。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出租屋的门被人暴力踹开，几个闻着花臂的彪形大汉走了进来，手里都拿着钢管。为首的人冷声开口，点名找于言，让他偿还欠下的债务。于言看着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刘浩，又看了看凶神恶煞的债主，眼中闪过一丝极致的绝望，还有一丝逐渐滋生的杀意。高利贷的催收手段简单而粗暴。那一晚，出租屋里传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，于言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连肋骨都断了2根。最后他是被逼着签下了一份如同卖身契的还款协议，才勉强保住了一条生路。利滚利之下，他的欠款已经变成了天文数字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了。催收的人走后，刘浩从床底下爬了出来，见势不妙就想跑，却被于言一把抓住脚踝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于言厉声质问他，事到如今还想跑到哪里去？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刘浩身上，对着他又抓又踢。
长期沉溺酒色的刘浩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他被于言按在地上，打得鼻涕眼泪横流。为了保命，他靠着自己那套绿茶演技，开始拼命忽悠于言。他哭喊着让于言住手，说自己有办法能救他。于言喘着粗气，眼神阴冷地追问他是什么办法。刘浩哭喊着让于言来找我求情。他说我深爱了于言3年，和他在一起时从未嫌弃过他。他说我之前和他分手只是一时气头上。他说只要于言低头认错求我，我心一软一定会帮他。他还说以我家的家底，这点债务不过是9牛1毛。于言愣住了，这话像一根救命稻草，被溺水的他死死攥在了手里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我深爱了他3年，我一个堂堂江家继承人，曾为了他甘愿吃苦受累，这样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他偏执地认为我一定还在等他回头。我之前的绝情不过是因为吃醋。一番自我催眠之后，于言竟然真的信了这套说辞。他简单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，换了一身稍微干净的裙子，还喷了点香水。路过路边的花摊时，他花20块钱买了一束廉价的玫瑰花。随后，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了江家别墅的大门口。他再次拨打了我的电话，这一次我接了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颤抖，带着浓重的哭腔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他哭着向我认错，说自己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刘浩忽悠了。他反复强调自己最爱的人始终是我，还搬出了我们曾经一起养的流浪猫，用过往的美好回忆试图唤醒我对他的旧情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顾林剥好的葡萄，一边冷漠地听着，像在听一个小丑的独白。我淡淡地告诉他，我在家，有话就进来说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门外的于言听到这句话瞬间狂喜，他觉得我愿意见他，就说明我果然还爱着他。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债务全消、重回巅峰的画面，嘴角压不住地上扬，连身上的伤口都感觉不到疼了。保安给他放了。行。他提着裙摆，一路小跑着冲进了别墅客厅，刚喊出我的名字，脸上的笑容就瞬间僵住了。宽敞奢华的客厅里，顾林正依偎在我的怀里，他眼神温柔似水，用纤细的手指捏着一颗葡萄，正喂到我的嘴边。我们2人姿态亲密无间，宛如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。于言手里的廉价玫瑰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顾林缓缓抬起头，那双平日里杀伐果断的眸子，此刻冷若冰霜。他红唇轻启，问是哪来的女乞丐？只一句话就带着极强的杀伤力。顾林站起身，即便穿着居家服，那份上位者的气场也瞬间笼罩住了于言。于言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，双腿止不住的发软。顾林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弧度。他毫不留情地嘲讽于言长相普通，品味低俗，根本没资格看不起我。这些话像一记记响亮的巴掌，狠狠扇在于言脸上。于言涨红了脸，拼尽全力想要反驳。他叫嚣着自己是我的初恋，和我有3年的感情，不是顾林能比的。顾林正欲开口，我站起身，轻轻搂住了他的腰。我眼神平静地看向狼狈不堪的于言，开口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。我告诉他别做梦了，顾林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而他不过是我无聊时一场消遣性质的人品测试罢了。这句话堪称杀人诛心。于言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内容。他歇斯底里的反驳，说我曾经承诺过这辈子只会娶她一个人。他不甘心的大喊大叫，像个疯子一样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直到此刻，他还抱着那个系统的美梦不放，仿佛那是他仅剩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他还在叫嚣着自己是天选之人，只有他才配得上我。顾林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轻笑出声。他走到于言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怜悯与嘲讽。他点破了系统的真相，说那不过是我父亲为了测试于言的人品，特意让人假扮的。他说只要于言能通过测试，那个所谓的系统就会真的变成他的创业基金。可惜于言太过贪婪愚蠢，真的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还为此抛弃了最珍贵的人。他还笑着说要感谢于言的愚蠢，才让他和我能这么快走到一起。轰的一声，于言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终于知道系统是假的，他一直引以为傲的金手指竟然只是一场针对他的测试。他自诩的天选之女，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眼里的跳梁小丑。他的信仰在这一刻彻底崩塌，他喃喃自语，不肯相信这个真相，精神已经接近错乱。保镖们一拥而上，直接将他架出了江家大门。于言坐在冰冷的大街上，看着江家别墅里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，悔恨如同潮水，瞬间将他彻底淹没。他偏执地想着，如果自己没有和刘浩搞在一起，如果自己能坚持到测试的最后一天，那么现在坐在别墅里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就会是他。那几千亿的家产，那豪车豪宅本来都该是他的，是他自己亲手把这一切都毁了。过往的回忆不断侵蚀着他的神经，他想起我给他煮的面，想起我冬天给他暖手，想起我说过只要他在我就心安。他痛哭流涕，疯狂地扇着自己的耳光，他一遍遍地骂着自己该死。这时顾林牵着我的手走出别墅散步，月光下，我们的背影被拉得很长，幸福得格外刺眼。于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远远地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绝望，还有逐渐扭曲的疯狂。于言彻底完了。刘浩得知他没从我这里要到1分钱，直接把家里仅剩的值钱东西全部卷走了。而他因为还不起高利贷，被催收的人抓了过去。虽然没像对待男人那样被摘肾，却也被逼着去了最下等的厂子抵债。现在的他面容枯槁，双眼无神，看起来像个60岁的老太。他的精神彻底崩溃，像个疯婆子一样在城市里四处游荡。但他的心里还留着一个执念，那个执念就是我。他偏执地认为，只要我肯原谅他，一切就还有救。这天，我在公司楼下刚要上车，一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身影突然冲了出来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他疯了一样喊着我的名字，周围的保安刚要上前制止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停下。于言不顾周围人嫌弃的目光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。坚硬的水泥地上，他的膝盖重重磕下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。
可他仿佛感觉不到丝毫疼痛，只是不停地对着我磕头，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，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地面。他哭着向我认错，求我救救他，帮他还清债务。他甚至说愿意给我当牛做马，以后只听我的话，我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曾经那个自诩清高的女作家，如今为了活下去，彻底丧失了所有的尊严。见我始终无动于衷，他彻底急了，他哭喊着说自己已经和刘浩断了联系，甚至癫狂地表示只要我愿意，他可以去杀了刘浩，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他反复强调自己真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去做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眼神癫狂而恐怖。这早就不是爱了，这是扭曲的占有欲，是濒死之人的疯狂反扑。周围的路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，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他却毫不在意，甚至开始用过往的情分对我进行道德绑架。他反复提起我曾经说过的话，说我承诺过非他不娶，说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他质问我怎么能这么狠心，怎么能见死不救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那张肮脏不堪的脸，我的眼里没有一丝怜悯，只有无尽的冷漠。我说，那个他的江晨，在他把钱扔在我脸上的那天就已经死了。我凑近他的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真相。我说，那个短信系统本来是我父亲给他的最后一次测试，只要他再多忍耐一点点，今天江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就可能是他的，是他自己的自私贪婪无情，亲手葬送了本该属于他的未来。我说，他离1000亿资产只差了那一点点的忠诚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狠狠劈在了于言的心上。于言彻底呆住了，原来他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，那种巨大的落差带来的痛苦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他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，双手疯狂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整个人在地上不停打滚，悔恨、痛苦、绝望在这一刻将他彻底吞噬。他绝望地看着我转身离去的背影，那是他此生再也触碰不到的光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男朋友，而是本该属于他的整个人生。数月后，我和顾林的世纪婚礼在巴厘岛举行，婚礼全程直播，盛况空前。我穿着黑色的高定礼服，站在铺满玫瑰的红毯尽头，看着顾林挽着他父亲的手，一步步向我走来。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女人，今天美得不可方物，鲜花、掌声、祝福围绕在我们身边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过往都成了过眼云烟。而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，一家破旧的小旅馆里，电视机正转播着这场婚礼。于言衣衫褴褛，坐在冰冷的床边，看着屏幕里本该属于他的新郎，如今娶了别的女人，嫉妒和悔恨像毒蛇一样疯狂啃噬着他的心脏。他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留下了几道血痕，反复念叨着婚礼上的一切本该是他的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，他探头向外看去，竟然看到了同样落魄不堪的刘浩。刘浩早已被那个富婆玩腻抛弃，如今身无分文，正和一个小摊贩激烈争吵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于言眼中的死气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恨意。在他看来，如果不是刘浩这个男人，他绝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是刘浩毁了他的一切。于言抄起屋里一把生锈的水果刀，疯了一样冲了出去。当晚，在那条阴暗肮脏的巷子里，惨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于言将自己所有的恨意都发泄在了刘浩身上。刀起刀落之间，刘浩倒在了血泊之中，瞪大了眼睛，死不瞑目。警笛声很快响起，红蓝交替的警灯照亮了整条巷子。于言没有跑，他坐在血泊之中，脸上沾满了鲜血，却在痴痴的笑。他抬着头，痴痴的看着天上的月亮，仿佛看到了3年前那个陪他在地下室吃泡面，还特意给他加了个煎蛋的大男孩。他伸出手想要抓住那道虚幻的影子，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他的双手。他的人生彻底走到了穷途末路。入狱前，他用身上仅剩的几块钱托人给我寄了一封信，信里没有诅咒，也没有怨恨，只有满纸潦草的对不起和颠三倒四的悔过之言。他在信里说，如果有来生，他一定不会再弄丢那个满眼是他的男孩。他说顾林确实比他更适合我。他在信的结尾祝我幸福。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正和顾林在马尔代夫度蜜月，海风轻拂，阳光正好。看完信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随手将信纸撕碎，扔进了蔚蓝的大海里。碎纸片像雪花一样飘落，瞬间就被海浪吞没，终究只是过眼云烟。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有些恶做了就必须付出代价。后来我听说于言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，他在狱中的每一天都在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中度过，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顾林从身后抱住我，脸颊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，轻声问我在想什么。我回头一笑，吻上了他的唇，说没什么，扔垃圾而已。马尔代夫的海风还残留在衣料的褶皱里，飞机已经平稳降落在京市国际机场的跑道上。舷窗外是熟悉的城市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。身侧的人指尖轻轻勾住我的小指，温软的触感拉回了我飘远的思绪。顾林的侧脸贴着舷窗，眼底带着刚睡醒的慵懒，还有藏不住的笑意。这场为期半个月的蜜月，是我人生前25年里最松弛的一段时光。没有赌约，没有测试，没有藏在身份背后的小心翼翼，更没有虚情假意的背叛与算计，只有身边这个满眼是我的人和一望无际的蓝海与白沙。舱门打开，专属通道的尽头，老管家穿着笔挺的燕尾服，带着车队早已等候多时。见到我们的身影，他微微躬身，态度恭敬，却带着藏不住的欣慰。上车后，加长版劳斯莱斯平稳驶离机场，汇入京市的车流。老管家递过来2份文件，一份是江氏集团这半个月的核心运营简报，另一份是封皮印着绝密字样的3年复盘报告。我指尖抚过那份报告的封皮，没有立刻打开。顾林的头轻轻靠在我的肩头，指尖划过我手腕上的婚戒，没有打扰我的沉默。他从来都是这样，懂我的所有欲言又止，也懂我心底残留的那一点未散的阴霾。车子驶入江家庄园的大门，穿过精心打理的园林，最终停在主别墅的门口。我爸早已等在客厅，看到我们进来，原本严肃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他没有提工作上的事，只是招呼佣人端上刚做好的点心，问起我们蜜月里的见闻。饭桌上的气氛轻松而温暖，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回到这个属于我的家。晚饭后，顾林被我妈拉着去了花园散步，我拿着那份绝密的复盘报告走进了2楼的书房，老管家早已等在书房里，见我进来，再次躬身，他将报告的配套资料一一摆在我的面前。我坐在宽大的红木老板椅上，终于翻开了这份迟来了3年的完整真相。报告的第1页是关于亲密系统的完整策划案，时间标注在赌约到期前3个月。策划案的发起者是江父，全程参与并落地执行的是老管家，而方案的最终敲定与细节补充署名是顾林。我指尖顿在顾林的名字上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却又很快了然。难怪他当初在 SKP 出现的那么及时，难怪他对整个测试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。原来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幕后，看着这场关于人性的考验。策划案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整个系统测试的启动资金是江父特批的500万专项额度。单日打款上限设置为100万，和鱼眼口中的日入100万完全吻合。短信端口用的是海外虚拟运营商的匿名通道，支付通道是第三方的匿名代付渠道，全程不会留下任何和江家相关的痕迹。测试的启动时间精准定在了赌约到期前的48小时，这是我爸和顾林共同敲定的时间点，也是赌约的最后一道考验。策划案里写得很明白，如果鱼言在拿到系统资格后依然选择坚守和我的感情，哪怕只是坚持到赌约到期的那一天，那500万的测试资金会直接变成给他的创业启动金，江家会给他顶级的网文资源，兑现我当初和巴立下的赌约承诺。而如果他在诱惑面前选择了背叛，资金通道会立刻永久冻结，测试直接终止，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。老管家站在一旁，低声补充着策划案之外的细节。整个测试的资金流水全程都有专门的财务团队监控，于言拿到的每一笔钱流向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他拿到第一笔钱之后，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，转头就给刘浩买了那块价值8万多的劳力士手表。第2笔钱，他带着刘浩去了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，一夜挥霍了近20万。第3笔钱，他付了江景大平层的首付，贷款合同上甚至还加了刘浩的名字。这些细节都被一一记录在报告里，附带着清晰的流水凭证和消费记录。我一页一页翻下去，心底没有任何波澜，就像在看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。曾经爱了3年的人，早在他把钞票砸在我脸上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在我心里死了。如今这些真相不过是再一次印证了他的贪婪与虚伪，没有任何值得意外的地方。报告的后半部分是这3年来我隐姓埋名陪在于言身边的所有暗线记录，那些我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的付出，那些我以为无人知晓的细节，原来都被江父和老管家看在眼里，记录在案。报告里清晰地记录着我和于言在一起的第1年，他写的第1本长篇小说，连续投了8个平台都被拒签。那段时间，他整日以泪洗面，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，不吃不喝，甚至动了放弃写文的念头。我嘴上安慰着他，转头就匿名给他投稿的最大平台打了50万的推广费，附带了一份他的小说全文。我没有要求平台给他开后门，只是希望编辑能认认真真看完他的稿子，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。最终，平台的头部编辑签下了他，给了他最好的推荐资源。他的小说也顺利签约上架，拿到了第1笔稿费。他抱着我哭了很久，说自己终于熬出了头，说这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成果。我笑着附和，没有告诉他真相，只觉得只要他开心就够了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我真的傻得可怜。报告里还记录着，在一起的第2年，他的小说被同行大面积抄袭，对方是平台的老牌作者，粉丝基数远大于他。他去找平台维权，却被对方倒打一耙，说他才是抄袭的那个，甚至被对方的粉丝网暴到差点抑郁。那段时间，他整日精神恍惚，连打开电脑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一边打工赚钱维持生计，一边匿名找了国内顶尖的知识产权律师团队，帮他收集证据，提起诉讼。整个官司打了3个月，最终以对方公开道歉、赔偿巨额违约金告终。他以为是自己运气好，遇到了好心的律师免费帮忙，以为是平台良心发现，站在了他这边。他甚至在庆功的时候带着刘浩一起，当着我的面说刘浩在他最难的时候一直陪着他，给了他最大的鼓励。而我这个通宵整理证据、跑遍半个城市找证人、掏了近100万律师费的人，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只会煮泡面、搬砖赚钱的窝囊废。报告里的每一笔记录都精准对应着我这3年里的每一次付出。他用的那台2万多的写作专用电脑，是我在工地连续搬了3个月的砖，加上通宵代驾赚来的钱买的。他转头就用这台电脑和刘浩聊了整整2年的暧昧，甚至在里面写满了吐槽我穷酸、嫌弃我没本事的私密日记。他冬天用的那款进口护腰垫，是我攒了2个月的生活费，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。他却在收到的当天，转头就跟刘浩吐槽，说我买的东西太廉价，配不上他未来网文大神的身份。他发烧的那个冬夜，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药店，冻得手脚青紫，给他买回来的药。他病好之后，转头就拿着我给他留的生活费，给刘浩买了最新款的球鞋。一页一页翻下去，那些曾经被我当作甜蜜回忆的瞬间，如今都变成了扎眼的笑话。我合上报告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睁开眼时，心底最后那一点残留的，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执念，彻底烟消云散。老管家站在一旁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等着我的指令。我抬手示意他可以先下去，他躬身行礼，轻轻带上了书房的门。书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城市的灯火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顾林轻轻推开书房的门，端着一杯温牛奶走了进来，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他没有问我报告里写了什么，也没有提那些不堪的过往，只是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，脸颊贴在我的后背上，温软的呼吸落在我的颈间。他的怀抱很暖，像冬日里的阳光，一点点驱散了我心底残留的寒意。
我转过身，把他揽进怀里，下巴抵在他的发底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冷香。我低声问他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整个测试的策划？他的指尖轻轻划过我的后背，没有隐瞒，坦然承认了所有事。他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看着我为了于言放弃了金圈众星捧月的生活，甘愿窝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吃了3年的苦。他心疼，却也尊重我的选择，没有过多干涉，只是默默站在原地，等着我撞了南墙。回头的那一天，江父找到他商量测试方案的时候，他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。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于言能通过这场测试，能真的如我所说，爱的是我的人，不是我的钱，那样我这3年的苦就不算白吃。可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像于言那样的人根本经不住金钱的诱惑。他在商场的出现不是巧合，是他早就等在那里。他怕我被那2个人羞辱，怕我受委屈。他清场的那句命令，他挽着我手臂的那个动作，不是为了演戏给于言看，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护着我。我抱着他，收紧了手臂，心底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意。原来在我傻乎乎的为别人付出一切的时候，一直有人在背后默默守护着我，等着我回头。我低头吻上他的唇，这个吻没有试探，没有敷衍，只有满心的珍惜与爱意。窗外的夜色渐浓，书房里的灯光暖黄，怀里的人温热柔软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卑微付出，不是自我感动式的牺牲，而是平等的双向奔赴。是你懂我的付出，我惜你的深情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式到江氏集团总部上任，接任执行总裁一职。顶层的总裁办公室视野开阔，能俯瞰整个京市的繁华。顾林比我先到一步，已经帮我把办公室里的一切都打理好了，连咖啡的口味都调得刚刚好。他的顾氏集团和江氏集团有多年的战略合作，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隔壁。上班的第一天就迎来了第一场硬仗，江家的几个旁支叔伯借着我3年不在集团，不熟悉业务的由头，联合起来，在董事会上发难，想要夺走我手里的实权。他们准备了厚厚的一摞资料，细数着我这3年的不务正业，质疑我的能力，甚至暗戳戳地提起我被于言抛弃的事，试图以此来打压我。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着我的反应。我坐在主位上，面无表情地听完了他们所有的发难，没有丝毫的怒意。顾林坐在我身边，指尖轻轻敲着桌面，眼神冷冽，上位者的威压铺天盖地，压得那几个旁支叔伯脸色发白。我没有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让助理把一摞资料甩在了会议桌上。资料里是这3年来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，转移公司资产，和外部公司勾结损害江氏利益的所有证据。每一笔都清清楚楚，附带完整的流水和凭证。这些证据是老管家在我回归之前就已经派人收集好的，只等我上任的这一天一次性清算。那几个旁支叔伯看着桌上的证据，脸色瞬间惨白，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没有丝毫留情，直接当场罢免了他们在集团里的所有职务。我收回了他们手里的所有股份，情节严重的直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没有拖泥带水。会议室里的其他董事看着我的手段，再也不敢有任何质疑，纷纷表态支持我的所有决策。一场原本针对我的夺权风波，最终变成了我立威的战场。散会后，顾林跟着我回到办公室，笑着给我倒了一杯咖啡，眼底满是欣赏。他早就知道我这3年的历练不是荒废，而是磨掉了我身上原本的骄矜，让我变得更沉稳、更有城府，更能扛得起江氏集团的重担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和顾林联手，对江氏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砍掉了很多亏损的业务，拓展了新的赛道，同时深化了和顾氏集团的战略合作。江氏集团的营收在我的手里不仅没有下滑，反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金圈里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我的能力，所有人都知道江家的继承人回来了。那个曾经窝在地下室里的穷小子，如今已经长成了能独当一面、执掌1000亿商业帝国的男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顾林的感情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越来越深。我们会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去郊外的马场骑马，去周边的古镇散心。他懂我所有的商业规划，我也懂他所有的小脾气和小爱好。我们是商场上并肩作战的伙伴，也是生活里相濡以沫的爱人。这场原本被家族安排的联姻，最终变成了双向奔赴的爱情。我爸看着我们的状态，彻底放下了心，慢慢把集团的所有实权都交到了我的手里，自己则退居2线，开始享受退休生活，专注于慈善和收藏。老管家依旧守在江家庄园里，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看着我和顾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偶尔我会从助理递过来的报告里看到关于于言和那些相关人的消息，每一次我都只是扫一眼就随手放在一边，心底没有任何波澜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副本，是关于于言故意杀人案的一审判决，正如我之前安排的那样。没有过多的媒体曝光，没有沸沸扬扬的舆论，整个庭审过程低调而合规。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无期徒刑，而非原来里的死刑。这是我特意让律师团队跟进的结果，不是我对他还有什么旧情，而是我不想让他用死亡来解脱，我要他活着，在监狱里日日夜夜看着我和顾林的人生越来越耀眼，看着他自己亲手葬送的一切，在无尽的悔恨里度过余生，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判决书下来的那天，顾林陪我坐在露台的藤椅上，看着远处的夕阳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那段不堪的过往才算真正的彻底落幕。我转头看着他，笑着吻了吻他的额头，告诉他我早就放下了，真的放下了。那个爱了于言3年的江晨，早就死在了那个他把钞票砸在我脸上的下午。现在活着的是江氏集团的执行总裁，是顾林的丈夫，是一个全新的为自己而活的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陆续收到了所有相关配角的结局消息，每一个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闭环。
首先是刘浩的父母，他们在得知刘浩的死讯，还有他生前做的那些龌龊事之后，一夜白头。刘浩生前不仅跟着于岩借了高利贷，他还偷偷以父母的名义在外面借了不少小额贷款。他死后，所有的债务都落到了他父母的头上，两个老人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全部被用来还债。他们还变卖了他们在京市唯一的一套老房子。最终，他们拿着仅剩的一点钱回了老家的乡下，再也没有踏进京市半步。听说他们在乡下闭门不出，从不和邻居来往，一辈子都活在儿子带来的羞耻与债务里。然后是那个富婆王姐，她当初和刘浩搞在一起，不仅仅是贪图玩乐，更是借着刘浩的手做了不少非法经营和洗钱的勾当。刘浩死后，警方顺着他的线索查到了王姐的头上，她名下的所有资产全部被冻结，公司被查封，最终因非法经营罪、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他一辈子攒下的家底一夜清零，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。还有那个暴力催收的高利贷团伙。他们在于岩出事之后，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继续用暴力手段催收其他借款人的债务，最终闹出了事，被警方盯上。警方顺着线索一举打掉了这个涉黑的高利贷团伙，查获了大量的赃款赃物，核心成员全部被判处重刑，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铲除。那些曾经跟着他们为非作歹的小喽啰，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于岩曾经的网文编辑也没有落得好下场，平台在内部审计的时候，查出了他当初收了我的匿名推广费，违规给于岩开推荐资源的事，还查出了他利用职务之便收了不少作者的好处费，违规操作榜单。最终他被平台直接开除，还被列入了整个网文行业的黑名单，再也无法在这个行业里立足。听说他后来换了好几个行业，都做得一塌糊涂，最终只能回了老家，找了个普通的文员工作，一辈子都无法再实现他当初想当金牌编辑的梦想。江家那几个当初在董事会上发难的旁支书国，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情节较轻的被罢免了所有职务，收回了大部分股份，他们只能靠着仅剩的一点分红，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情节严重的被移交司法机关之后，因职务侵占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，锒铛入狱。整个江家再也没有人敢有任何疑心，彻底安分了下来。所有的人和事都尘埃落定，善恶终有报。我偶尔会收到监狱那边传来的关于于岩的消息。刚入狱的时候，他整个人处于疯癫的状态，整日里胡言乱语，嘴里反复念叨着系统前还有我的名字。他不服从监狱的管理，和同监室的人打架，被关了好几次禁闭。他始终不愿意接受现实，始终觉得自己的系统只是暂时出了故障，始终觉得我还爱着他，总有一天会去监狱里救他出来。他甚至托人带话出来，说只要我愿意救他出去，他愿意做任何事，哪怕是给我和顾灵当保姆、当佣人，都心甘情愿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到死都不明白，我从来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而抛弃他，而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爱过我。他爱的从来都是能给他带来好处的人，当初是能给他免费当劳力，给他兜底的穷小子江辰，后来是能给他带来100万日入的系统，再后来是能给他还债、救他出苦海的首富太子爷江辰。他从来没有爱过我这个人。入狱1年后，他终于慢慢接受了现实，不再疯癫，不再胡言乱语。他开始服从监狱的管理，按时参加劳动改造，只是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，眼神麻木，再也没有了当初那副自诩清高、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他在监狱里做着最基础的缝纫工作，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拿着微薄的劳动报酬。他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监室，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，再也没有了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，没有了江景大平层，没有了随手就能买的名牌包包和手表。他在监狱里能看到电视，能看到新闻，每次电视上出现我和顾灵的新闻，出现我们一起出席商业活动，一起做慈善，一起拿下大项目的画面，他都会一整天不说一句话，整夜的睡不着觉。他终于彻底认清了自己当初亲手丢掉的是怎样的一种人生。他离千亿豪门的阔太太，离他梦寐以求的人上人的生活，只差了最后一天的忠诚。是他自己的贪婪、自私、虚伪，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整个人生。这种认知像一把钝刀子，日夜地割着他的心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听说他在监狱里写了很多的信，大部分都是写给我的，信里写满了他的悔恨，写满了他对过去的怀念，写满了他对我的道歉。他在信里说，如果有来生，他一定不会再弄丢我，一定好好爱我，一定守住自己的心。他在信里说，他终于明白，当初我给他的才是最珍贵的真心，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这些信从来都没有送到我的手里，我早就跟监狱那边打过招呼，所有他寄出来的信全部原路退回或者直接销毁，我不想看也没必要看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当初他选择背叛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。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，有些路走错了就再也回不了头了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我和顾灵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。我提前推掉了所有的工作，包下了京市最高的旋转餐厅，准备给她一个惊喜。那天晚上，我带着顾灵来到餐厅，落地窗外是整个京市的万家灯火，璀璨夺目。餐厅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悠扬的小提琴声缓缓流淌，桌上摆着她最喜欢的白玫瑰，还有顶级的红酒和精致的餐点。顾灵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眼底满是惊喜和笑意，眼眶微微泛红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，是一条定制的钻石项链，吊坠是我们2个人名字的首字母交织在一起。我起身走到她身边，亲自给她戴上项链，从身后轻轻抱住她，下巴抵在她的颈窝。我低声跟她说：“1周年快乐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谢谢你陪我走过所有的阴霾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。”她转过身抱着我，吻上我的唇，眼底带着泪光，却笑得无比灿烂。她跟我说她会一直陪着我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不管是繁华还是平淡，都会一直站在我身边。
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，聊了很多话。我们聊起小时候的事，聊起他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阿成哥哥叫着的日子，聊起我年少时的骄矜和叛逆，聊起他年少时的倔强和不服输。我们聊起这3年来他看着我一步步走进泥潭，却又无能为力的心疼。聊起我回归之后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。我们聊起未来，聊起我们要一起把僵尸和故事做得更好，聊起我们要一起去环游世界，聊起我们未来的孩子，聊起我们白发苍苍的样子。窗外的万家灯火映在他的眼里，像盛满了璀璨的星光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满眼是我的女人，心底满是庆幸，庆幸我终于从那段错误的感情里走了出来，庆幸我回头的时候她还在原地等着我，庆幸我最终抓住了真正属于我的幸福。吃完饭，我们手牵着手沿着长安街慢慢散步，夜晚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却吹不散我们之间的暖意。路过一个报刊亭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瞥见了摊开的报纸上有一条关于监狱的新闻。新闻里提到，于岩在监狱里因为长期的抑郁和精神恍惚，在劳动的时候出了意外，手被缝纫机扎伤，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，再也无法握笔写东西了。他一辈子都在做着网文大神的梦，一辈子都想靠着手里的笔过上人的生活，最终却连握笔的能力都失去了。我只是扫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，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。顾林察觉到我的目光，轻轻捏了捏我的手，没有多问。我低头对他笑了笑，握紧了他的手，继续往前走。那些不堪的过往，那些烂人烂事，就像路边的垃圾，扫一眼就够了，没必要停下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。我的人生早已翻开了全新的篇章，再也不会被那些过去的阴霾所牵绊，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我和顾林的生活平淡而幸福。我们在结婚的第2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眉眼像极了顾林，却有着和我一样的倔脾气。我爸妈乐得合不拢嘴，把这个孙女宠上了天，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工作，专心在家带孩子。老管家看着小孙女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，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孙女一样疼。江家庄园里再也没有了过去的严肃和冷清，每天都充满了孩子的笑声，热闹而温暖。我的事业也越来越顺，江氏集团在我的手里，版图不断扩大，从国内顶尖的企业慢慢走向了国际市场。我和顾林的强强联合，成为了金圈乃至整个商界的一段佳话。所有人都说我娶到了顾林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能遇到他，能和他相守一生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偶尔我还是会收到关于于岩的消息，他的手受伤之后，彻底失去了写作的能力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，最终被转到了监狱里的御医病区，接受长期的治疗。他依旧活着，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没有了任何盼头，没有了任何希望。他的余生只能在监狱的高墙里，在无尽的悔恨和痛苦里，慢慢熬到生命的尽头。刘浩的父母在乡下过得并不好，2个老人身体都不好，还要靠着种地维持生计，一辈子都活在儿子带来的阴影里。那个富婆王姐在监狱里表现不好，多次违反监规，被加了刑，这辈子大概率是无法活着走出监狱了。那些曾经作恶的人，最终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而那些真心待我的人，都在我的身边，过得幸福而安稳。女儿3岁生日的那天，我们在江家庄园里办了一场热闹的生日宴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整个庄园里挂满了气球和彩带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顾林穿着白色的长裙，抱着女儿，笑得温柔而灿烂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母女俩，心底满是柔软。老管家端着蛋糕走过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少爷，你现在是真的幸福了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接过蛋糕，朝着顾林和女儿走过去。是啊，我现在是真的幸福了。曾经的我以为爱情就是单方面的付出，就是毫无保留的牺牲，就是哪怕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念。我用了3年的时间，吃了无数的苦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才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卑微的讨好，不是自我感动的付出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。真正的爱是平等的，是双向的，是你懂我的付出，我细你的深情，是我们一起并肩往前走，一起成为更好的人，是你给我一份温柔，我还你10分暖意，是我们彼此珍惜，彼此守护，彼此成就。生日宴结束后，宾客们陆续离开，庄园里慢慢恢复了安静。我和顾林抱着睡着的女儿回到了房间，把她轻轻放在婴儿床上，盖好了小被子。我们并肩站在婴儿床前，看着女儿熟睡的小脸，相视一笑。顾林轻轻靠在我的怀里，跟我说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。我抱着她，低头吻了吻她的发顶，跟她说，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。我们走到露台，看着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。顾林突然问我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后悔过当初和于岩在一起的那3年？我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我不后悔。那3年的苦，那3年的教训，虽然痛，却让我真正的成长了起来。它让我看清了人性的贪婪与虚伪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，让我学会了珍惜眼前人，让我变成了一个更成熟、更稳重、更有担当的男人。如果没有那3年的历练，我可能还是那个骄矜任性的豪门少爷，永远都无法真正扛起江氏集团的重担，也永远都不会懂得顾林给我的这份爱有多么珍贵。人这一辈子总会走错几步路，总会爱错几个人，重要的不是沉湎于过去的错误和悔恨里，而是及时止损，及时回头，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顾林抬头看着我，眼底满是温柔，踮起脚尖吻上了我的唇。晚风轻轻吹过，带着院子里的花香，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，温柔而浪漫。我抱着怀里的人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心底一片安宁。那些曾经的背叛与伤害，那些曾经的痛苦与执念，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，它们变成了我人生里的一道印记，提醒着我要珍惜当下，要珍惜眼前人，要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爱那个满眼是我的人。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和顾林依旧携手并肩，走过了1年又1年。我们的女儿慢慢长大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成了我们2个人的掌上明珠。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，沉稳懂事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
一家4口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，热闹而温暖。有一年的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整个江家庄园都被白雪覆盖，银装素裹，漂亮极了。我和顾灵带着2个孩子在院子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笑声传遍了整个庄园。玩累了，我们回到屋里，佣人端上了热腾腾的红糖姜茶和刚烤好的点心。顾灵靠在我的身边，看着窗外的大雪，跟我说：“真好。”我握着她的手，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真好。”窗外大雪纷飞，屋内温暖如春，爱的人在身边，孩子在闹，长辈在笑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最圆满的人生。我终于明白，人生这趟旅程，总会遇到错的人，总会走弯路，总会有阴霾，但只要你及时止损，只要你心怀善意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总会有一个人站在灯火阑珊处，等着你，爱着你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而那些走错的路，爱错的人，最终都会变成你成长的勋章，让你更懂得珍惜，更懂得如何去爱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我的故事早已落幕，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